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个意外事故发生在美国国土哦，大家都吓了一大跳。这是美军的飞行表演发生了意外。您画面上看到的是2架正在进行空中表演的这个所谓的咆哮者战机，在空中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呢，相撞并且坠毁爆炸，现场升起了明显的黑色浓烟。幸好啊，4名飞行员安全的弹射逃生哦。这2架飞机呢，隶属于美国海军维京中队。那地点呢是发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当然，这一幕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哦，因为它是为了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的这个 Freedom Takes Flight 自由展示飞翔哦，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本来是一个庆典哦，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事情，结果哇，怎么会这样呢？而且咆哮者战机它已经要停产了，所以摔了就没了啦。好，大家知道呢。咆哮者战机也参与对伊朗的战争哦，当时逮捕马杜罗也是大工程呐。可是它的生产线呢，2010年就关闭了，目前是摔一架少一架哦。它一架的这个造价哦要1亿美元。那在2024年很不幸的曾经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那另外我们看到美中当然它的武力各方面都在竞逐，在这个制造飞行器或者是制造这个武力上面呢，也都在这个互相的比拼哈。我们看到呢，替代这个所谓的咆哮者战机的新机型，还要等美国的6代机计划。美国6代机计划呢，其实预计2028年就要完成了，现在又延期到2030年之后。可是呢，目前中国大陆的6代机已经试飞了哦，所以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也觉得非常的紧张。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是不是太空战已经开始了？川普啊，他很喜欢 po 这个 AI 合成照，他这个在他的社群平台上发布多张疑似用 AI 生成的，显示他跟这些外星人并肩而行，还有指挥太空部队。你看他按这个按钮有没有？然后太空部队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还是说现在已经有研究到什么东西了吗？他又没讲大家只能猜。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解放军新式的防空玩测这个舰艇运能力要升了。我们看到包括这是官媒的报道，来自于中国大陆，他说这个系统呢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之下成功拦截多枚模拟超低空的高速目标。它的拦截高度低到多低你知道吗？5到10公尺，可以有效的应对巡弋飞弹、无人机，还有高超音速武器等等的威胁。中国大陆在练兵，中国大陆在测试，包括无人系统，像是您看到的无人机战队，还有无人战这个地面部队也有这个是内部的测试的画面，也让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是 UV-T 这个无人装甲车登场。它的侦察先锋、突击铁拳包括光速的射炮啊，这些反坦克导弹啊，都在这个整个测试的状况之下，让外界、让群众让一般人可以看得到。包括您看到在潜水器的方面，也有仿造升幅包括像是蝙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它的旁边它的这个展翼可以超过4米，体重是700公斤，它的声呐可以隐身，声呐系统扫描水底，并且数据可以回传回指挥中心，快速的勾勒水底的地下的地形图，为潜行扫除这些所谓的障碍。所以各种的科技，各种的无人载具，各种不管是天上飞的、地底下或者是海底的他们都在做测试所以这些讯息很公开的放出来之后，美国当然都有在掌握。可是呢，包括您看到的山东舰最近出现的最新讯息是在三亚大修，那它的甲板被外界拍到大面积的铲除，那这是干嘛呢？有人就说有可能是歼35上舰，未来会上舰，它在做准备，所以把一些
地板啊给铲除哦，把它给刨掉，然后另外再做哦。那迎接歼15的弹射型舰载机，还有歼35的第5代战机上舰做准备，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日本现在很警惕，也高度的忧心，包括首相高市早苗。我们看到，尤其在川习会之后，高市早苗很快的跟川普通了一个电话。那另外呢，日本的所谓的防卫白皮书也示警了，他说中国的双航母啊，首度同时在太平洋部署，所以它的大幅活络，并且是个造成可能一定的威胁，所以他们强烈的警戒啊，说要综合国力以及同盟国、同志国合作因应的对象。谁是他的同盟国？这个韩国是一个，美国也是一个。可是现在呢，日本媒体公布了一些指标，包括内阁的支持度现在下跌了。而且有超过1半的人反对高市做一件事情，就是解禁杀伤力武器出口。他们开始做一些上街游行啊，就像您看到的这一幅图啊，很多人手持标语，希望高市早苗首相不要这么做。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了，美中会后，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其实都有一度的忧心，包括李在明、高市早苗19号会举行峰会做东亚的安全布局他们可能在商讨一些事情，尤其是现在川普的意向也蛮明显的。来，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包括这个空中的相撞事件。那个空中擦撞，这2架超级大黄蜂，它是近距离，然后接近力非常的小，所以叫擦撞，不是相撞。它擦撞一擦撞，它2个解不开，为什么？飞行操作面搅在一起，你说看2个几乎重叠，它拉不开了。那整个相撞之后进入水平螺旋，那这个时候唯一的就是弹射跳伞，因为它的高度在相撞的高度只有300公尺。我们想想101就已经很不高，很低，比101还要低，你就知道300公尺。它完毕要进入水平螺旋，这个水平螺旋解不开了，赶快弹射跳伞。那这个超级大黄蜂这2架装的逃生系统是马丁贝克，所以它有30的特性，就是0秒，你看一弹出来伞就开，这是0秒。零高度，何况它弹射跳伞高度300公尺，所以没有问题。4个人都安全。对，4个人都安全。所以因为马丁贝克的这个弹射座椅是可靠度相当高，然后再来是零高度，是它可以在零高度，何况是300公尺呢？所以没有它就算没有相对吹风，它还有一个引导火箭把它的伞撑开，所以只要弹到底上，伞就开了。它有个引导小型的火箭把它撑开，所以不用吹风。那3零转，所以这4个飞行员，你看，他刚好掉在旁边，只要不要掉到火堆里面就可以了。这4个降落伞慢慢缓缓下降，高度非常的低。那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解开？你看搅在一起，2个飞行操纵面，那是有吸力吗？还是怎样？不是，一个是吸力，另外一个是它的副翼，还有它的襟翼，还有它的水平安定面、垂直安定面搅在一起了，拉不开。已经变成搅在一起，想让它拉不开。那一刻，他赶快决定，要赶快决定弹射跳伞。那它唯一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它刚好那时候搅在一起的时候，2个的机头是有点岔开。你注意看，它有分开2个机头，所以他们弹射跳伞互不干扰。OK， 它没有重叠，重叠的话，你弹射你刚好打到上面的飞机，它刚好有角度，然后进入水平螺旋。所以你看，它飞机并没有向前的向量，而是只有一个像落叶飘的水平螺旋。那这个解不开了，因为没有相对风，你就解不开。而且在低空擦撞、低空相撞，唯一的就是弹射跳伞，没有任何，因为马上到地上了。那是他们的技术发生问题吗？我认为他那个后尾机接近力没有控制好。这个接近力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我们讲的叫垂直要拉出来，垂直高度要拉出来，没有拉垂直高度。你看它整个相撞的时候，接近力非常小，但是是碰撞航线。那一碰到航线，那就刚好飞行操纵面卡在一起。卡在解不开，一解不开，赶快弹射跳伞，因为高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现在是要走向它现在一直往无人化的战场去走，是包含这个机器人做战斗机器人，空中的无人机，水下的无人的潜舰，还有水面舰，它现在已经朝无人化的战场来做设计。将来无人化的战场，将来你看它现在包含坦克后面跟的可能就是机器人，那这样来搭配3D 作战，就是3度空间作战。那这是它对未来这个作战场景的设计。那现在已经它
并没有在实战上，现在还没有这些实战，但是他现在在演习上已经开始慢慢验证。你看他有时候去做地面攻防的时候，这有人带的一个机器人，或者有人带的一个机器狗帮他泰驮一些武器装备，或者上面还有一些那个冲锋步枪，在他的这个机器狗的背上面。换句话说，他在这方面已经朝无人化的战场去设计了。那我最后我要补充的就是山东舰，他已经跑那些就是因为现在歼15T中国大陆已经在生产的话要告一段落，将来生产歼35，那歼15会慢慢的消耗，但是问题是歼35的量会越来越大，那要取而代之。那取而代之，将来山东舰也好，当然辽宁舰它是做训练的，将来慢慢的歼35的数量会多，将来会取代歼15，这是它的趋势。OK， 好，来请教亮哥。日本现在，我高市早苗这个杀伤性武器可以出口啊，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反对。57%反对，因为不然你期待日本只出口防御性武器啊？它本来是啦，是，可是这样的军工产业怎么发展？对呀，我觉得日本民众也是蛮怪的。你既然要发展军工产业，又不能卖，又不能卖攻击型，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支持三菱重工来做那个长程导弹，那难道你都反对吗？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所以这个亮哥是觉得说出口杀伤性的是 OK 的，不是 OK，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出口武器不是杀伤性的对啊，武器基本上就是杀伤性的多。不然你要干嘛？你自我矛盾，你只出口防空飞弹的，OK，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意味着高市早苗想要做的那个军工体系日本人没有那么积极了，可能是就是少数一些精英在热了。我倒很好奇啦，比如说卢比奥都说中国大陆比较乐见和平统一啊。那高市早苗要不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还在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和平统一怎么会台湾有事呢？对 ，Rubio 是说用这个投票的方式，就是中国大陆优先是希望自愿回归嘛。对了，那当然台湾老百姓同不同意这另外一回事。当然。可是日本对这个要回应吧？我觉得现在亚洲有一对兄妹非常焦虑了。就赖清德跟高市早苗，他们两个是兄妹还是姐弟？兄妹。高市早苗跟我同年。真的OK。他是3月的。哇，你调查很清楚比我还大。OK， 好。我觉得日本未来其实他的武器要卖哪一个国家，也值得注意了。是，因为美国也不会让你一定是美国不方便的地方才叫你卖其实现在值得观察的是，除了菲律宾之外，还有哪里？台湾。而且菲律宾又没什么钱，对，所以菲律宾的市场其实很小。以前日本对菲律宾都是用送的，是啊，对不对？因为菲律宾没有钱是。日本不能卖越南吧？越南是共产国家。对，我真的想来想去就是台湾，台湾比较有可能，又有钱又需要。是啊，尤其是川普这个军售，如果一拖9月24号之前都不发价书，那台湾根本不能处理这个可能性很高我觉得川普现在对军售案，他实在是不方便处理了，他要拿掉几个项目也怪怪的，对，不卖没有面子，拖着。拖可以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卸任吗？9、24之后再说再看中美关系有没有继续嘛？是，不过刚白宫公布了公布什么？就是川普愿意跟习近平共创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直接翻译直接把中文翻成中文，把中文翻成英文，我第一次看到。真的美国从来不接受中国的概念。美国以前他就自己用自己的概念。对。他这一次是把习近平讲的
直接翻成英文，把习近平说的话直接翻成英文就对了。对，直接翻成英文，然后说希望能够维持公平与互惠。所以我觉得对台湾不是很妙啊，不是很妙，要小心。对。那如果是这个事态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是，我觉得高市早苗恐怕要提出一个新的主张吧。因为他现在的主张啊，都是赖清德是台独工作者时候的假设。是，他可能要 update 了啦。因为赖清德连台独工作者那个台独是什么，他都讲不出来啊。有啊，今天讲就是中华民国。那这样你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对啊，台湾不见了，以前是中华民国台湾，至少现在是中华民国就是台独。好，来严老师，我先回应一下这个这样讲的哦，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是如果美国觉得没事，日本会不会有事？对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咯。就是说，川普如果今天不管了，日本敢不敢单独出头？啊，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要去想一想，就是老大都不出头，老二还敢出头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要，既然老大已经表态了，你就不要期待后续其他国家也会跟着，好像你觉得你是什么民主价值的盟友啊等等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看了这一次川普去了一趟这个北京之后，日韩都会有一些焦虑啊。我们也看到川普一上飞机以后就跟高市通一个电话啊，然后也跟李在明通一个电话，就是有一些安抚的感觉。但是因为这次军售的问题，确实是不仅是说我们台湾觉得很关心，因为好像跟6项保证里头有些违反了，但更重要，我也看了韩国的报纸，韩国也紧张觉得说万一你川普从那个金小胖那边得到一个讯息说我们没有要攻击你你这个军售也可以不要卖给南韩，他会不会担心这个所以他们两个人这次见面，其实当然刚好时间点是对的，但是也是回应当之前李在明去访问日本那高市在他的家乡奈良来接待他，这一次呢，李在明就在他的家乡安东来接待他，有点像这规格类似这个元首访问这个国事访问，但没到那么高的层级。但我相信他们还是觉得说，要对川普跟习近平见了面之后，会产生什么变局？不是只有这种安全性的问题，还有经济方面的，我相信都会有一些两个国家需要共同讨论的事项所以这次见面，我觉得是好，但是呢，你们也要去想想，要不要恢复你们跟中国大陆之间你们3个人。还有加上大陆的总理李强的这个过去在21世纪初期3个人固定见面，每年都固定在日本、韩国跟这个中国大陆轮流举行的这种政府首长会议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部分，就是你们也不能只有你们2个人在想对策，你也要把北京去纳入考量的。是。不过，除了我们看到了亚洲这边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之外，我们还是要关心伊朗现在到底怎么了。这一幕很多人看了触目惊心。这是来自于伊朗国营电视台主持人，他在棚内就像我站在电视墙前面，突然抡起一把枪，他在干嘛他在射击他在棚内实弹射击，公然打穿邻国阿联酋的国旗，就荧幕上有一个国旗嘛。这个挑衅的意味很浓厚那当然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了阿联酋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报道，阿联酋也参战了，实际上他也参战了，他有去轰炸伊朗那所以现在伊朗要报仇了吗？我们看到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入侵到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不仅这样阿联酋的官员说，他们国内有一座核电厂也被袭击了这个姿势体大呀这个叫做巴拉卡核电厂那他说呢，这个伊拉克民兵使用沙赫德、萨马德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去攻击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射程里面。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媒体，他不断的报道说，我又射下了一架这个美军的无人机，在也门这里，在哪里他经常有这样子的报道。可是我们算一算，到目前为止从2023年，我们把时间拉更长已经有超过40架的 MQ9这个自杀式无人机死神已被射下来了。那它的价值可能高达10亿美元，因为它每一架 MQ9。
它的造价都非常的昂贵。那现在呢，中东的局势已经升温了。那伊朗到底要做什么？他下一步蠢欲动，川普就警告他说，时间在倒数啊，你我们已经滴滴答答的在想了。可是伊朗他反控美国没有让步，所以双方现在目前还是僵持在那里。传说中啦，要开战情室的会议，这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他说，川普已经发话了，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啊，这个协议就没了所以19号白宫的战情室要召开会议，跟国家安全顾问群讨论因应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用大白话讲说，我要继续打，我要再打，因为国会已经授权他可以这么做。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跟纳塔雅胡也在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两国又会联手轰炸一波吗？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极有可能那北约他们有一些情报说，伊朗有90%的发射场已经完全恢复了呀，它的导弹库存现在还有6到7成，所以它的战力看起来还是有的，而且还蛮高的那另外呢，伊朗的战争还在持续，可是美国又动作了。我们看到古巴这个地方，其实川普过去不断的讲，他要对古巴做些事情。那古巴现在说 ，CIA 讲说已经有300架无人机模拟袭击美军基地，所以 CIA 的局长现在亲自飞到哈瓦那跑去跟他们讲，不要轻举妄动。川习会才刚刚结束，美军已经在古巴周围密集出手了。就在川习会后这些地方军事的侦察行动同步升温，所以有没有可能区域的紧张气氛已经起来了如果说气氛到达一定的层级，会不会有可能古巴这边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这个很乱呐。那另外60分钟节目是美国非常一个老牌的节目他在揭露一件事情，他说美国的军事冲突内线交易激增，单凭运气没有办法解释如此庞大的数字，有没有人在后面跟金钱交易相关？来请教将军怎么看？包括这样子的一个布置，以及美国有没有可能重启轰炸伊朗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 MQ9B 系列的这个无人侦察机，被击落那么多，大概就是在我们讲的也门这一带击落的，还有包括伊朗这个2个地方被击落的，通通加起来才会超过40架。因为这个海上卫士的无人侦察机，它最好的是它的征收装备，它有合成孔径雷达，就雷达照相、雷达摄影。另外一个电子光学摄影它都有，它是多功能的。他们还有红外线的感测也有，它装上去它几乎是全配备。但是它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呢？飞行的高度低。它平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它飞行的高度在7000公尺到8000公尺，这个对短程的防空飞弹来看，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它拦截。它第二个缺点呢，一般来讲说它的短板，就是说它飞行的速度太慢。我们知道它这个飞机那么大。它只有一个单的这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那它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就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它平常的速度多少呢？它的巡航执行任务的时候，时航速度每小时280公里，那很慢呢。280公里不是280，我们讲的海里不是，那这样就是慢。那慢了，飞到那边去执行任务，很容易就被人家瞄准打掉。而且它还有一个最致命、最弱的地方。就是它的电子反制能力弱，电子反制能力强，你这个地对空飞弹上来，它能够主动丢火焰弹、丢干扰丝，还有电子把它整个的这个地对空的飞弹致盲，就找不到这个 MQ9了，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它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它的发动机就是那么大，它的电力供应，整个系统的供应，它还要供应这些禽收装备。它电力在没有办法有更强的 power 去支撑它的电子反制，那这是它的弱点。所以地对空飞弹一对它做瞄准，它跑都跑不掉，因为它的速度就是每小时280公里。对在空中的飞机来看，时速280公里是很慢的，很容易被干掉。那唯一的方式是什么？看看能不能飞远一点。但是飞远一点，这个侦察的效果又小，就要飞近一点，侦察效果好，但是危险性高。侦察远一点没办法达成侦察任务，所以你说你这个 MQ9，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使用它？头很大，现在又不可能装另外一个发动机，
让它的电力要够，让它速度加快，不可能，它就是单发动机。我们有买，我们有买，我们买，我正想讲，所以这是我们的弱点，因为这就是 MQ9弱点，它慢，所以没有办法。它还有个长处是它飞得久，它可以飞12个小时，所以它可以做大面积的侦察、大面积的征收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你速度都慢，就很容易被打掉了。空军讲得快，来得快，去得快，是它没有办法，它就是慢吞吞的。那慢吞，大家就可以以逸待劳。雷达一找到它，因为它不逆中，雷达抓得到它，等它慢慢进来，一进来之后跑不掉，因为它很慢跑掉。这时候雷达一锁定，它来不及跑，那它的电子反制能力又弱，这是它的致命。那另外我们看这个伊朗战争了，伊朗战争，我认为纳坦雅胡打电话给川普，可能就是讲对要打，因为他接电话，要不然不要接电话嘛，对不对？我很忙。我刚回来，什么就这样就结束了嘛？对，我还调整时差，还没有在接电话了。那知道那个纳坦雅胡他都是主攻、主战的人，鹰派。那这样的话，川普很容易受他影响。那受他影响，可能就会打有2种模式，大打还是小打。那如果是要大打的话，我认为川普如果要玩的话，真正要玩的话，那打地面战。但地面战牺牲大，消耗人命的消耗就会很显著。那要不要玩？那你要玩大的？我认为川普可能原则上还是采取空中轰炸的可能性高，但是问题是伊朗的地下化，伊朗的这种战力保存、战力防护，还有它的分散屯储，还有它的这些伪装，做得比一般的国家在国防上的部署来得扎实。那美国又能达到多大的震撼效果？能不能比第一波的这种战略效果来得强？我这个适度的怀疑。那除非要伊朗屈服，就是一个办法，地面战。那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为止要进行大型的地面战，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因为补给线太长。那所以我认为空中轰炸的可能性高。那空中轰炸可能性，那所能够达到的战略效果相对有限。要让伊朗屈服，我认为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就要看时间。看这个打的时间的长短，真的要能够瘫痪伊朗的经济跟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国防军的战力，我认为美国容易低估了伊朗。这是他上一次40天的伊朗战争，并没有达到完全摧毁伊朗的有生战力。没错。为什么？他太自信。我认为打仗不要自信。兵家有说，哀兵必胜。哀兵必胜就要很谨慎来做评估，而不要做夸大，要据实以报，而不要这个报喜不报忧。但是这个川普所得到的讯息大概都是好的一面，这个损失比较大的一面反而避而不谈，这反而是个兵家大忌。就骄兵必败。来请教亮哥。美国对伊朗的条件现在提得更严苛啊，你们觉得莫名其妙吗？你们不是在谈判吗？结果他现在提了一个，核农所有全部都交给我美国，怎么可能呢？奥巴马那个时候是交给俄罗斯，你又没有打赢，你凭什么叫人家交给你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有点乱嘛，怪不得为什么你刚刚讲到，是不是军方有些决策讯息，有些人知道，所以就作弊。赚钱，我举例比如说布兰特原油期货，对，前一阵子跌到95嘛，那大家就想说，大概就是这样了，战争不会再扩大了。你知道现在又涨到哪里了吗？又涨到110了。又涨了，为什么又涨回来110？这个他们内部的人会知道啊，就有操作空间的啦。他可能就跌下来之后，他就赶快买。反正就是做多嘛，觉得还会涨嘛。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巴基斯坦的会谈都已经开始了，那怎么你的条件越来越硬呢？而且伊朗有愿意让步伊朗说国际原能机构进来，就在伊朗境内，把浓缩铀的浓度降低，我自己做，美国反对，美国要求一定要交出来。而且要交给美国，他本来就不愿意这样啊！你想想，伊朗怎么可能同意？他交给俄罗斯，他都不愿意了。是啊，他已经决定要自己留着嘛。对。
所以我说这个逻辑真的有点乱了，因为看不出来你是要解决问题。对。结果你去中国大陆，你拜托中国进场嘛？那你自己搞成这样，怎么进场？真的蛮奇怪的啦。不过美国很有可能最近，我觉得会另出多门啊。比如说古巴看起来是要打，对啊，这个怪怪的，看起来是要打，是。可是这个时候打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而且川普还有一度讲，对，说我们古巴暂时不打。可是现在看到军方准备的动作，看起来是要打。而且我认为这个普京不是要去大陆吗？我觉得跟大陆除了谈伊朗之外，也会谈古巴，因为俄罗斯在古巴布局了60几年了，他已经对外表态了，说他会支持古巴。我本来以为他表态之后，大概美俄会透过他们的管道去接触。结果美军越做越积极啊，看起来是要打，因为古巴怎么可能才300架无人机就要攻击美国？你不觉得有点荒唐吗？对啊，300架无人机很少你怎么攻击啊？对啊，我们刚刚看到乌克兰去攻击莫斯科是，乌克兰就派出500架，300架能干什么？一下就被美国打扁了。对呀，所以我觉得那个讯息真的蛮怪的啦。这看起来就是美国想要动手，所以在搞假旗行动。可是他这样搞，中东都还没弄完，干嘛又多搞一个战场啊？不，他可能觉得这个边比较好玩，好弄嘛。好弄，好，来请教严老师。我不晓得是不是比较好弄啊？不过就是，你今天如果你觉得说古巴有些违反什么的协定，你可以派这个外交官去。你派 CIA 的这个情报局长，中央中情局的局长去，很奇怪的，因为中情局是过去在卡斯楚时代是专门是用来颠覆古巴政府的啊。他们当时认为说，卡斯楚那个胡子这个是他的这个权力的象征charismatic 他的这个，所以呢，希望呢在他的这个雪茄里头下点毒，让他这个脱毛。然后没有了胡子，就失去了这个人民的支持。CIA 是干这种事情的，然后甚至在古巴还有 CIA 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博物馆就是你就知道 CIA 在古巴是多么的声名狼藉。结果美国竟然派一个 CIA 的 director 去然后谈，那你当然古巴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侮辱我们。那另外呢，古巴也长期被这个美国打压，然后随时好像都要被推翻的，所以他们也有一个笑话，就什么时候美国人要来了有一点点在讽刺，有点像台湾，好像说大陆这个经济老台不会啦古巴也有这样的讲法，可是我觉得说古巴他也没有任何的实力可以对抗美国，可是古巴跟我觉得美国真的不要忽视。虽然有一批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是很反对这个现在的卡斯楚政府，可那一批都是当年巴蒂斯塔这个独裁者跟美国互动的受益者，就是说他们是那种精英阶级的，然后被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给赶到佛罗里达，所以希望呢。可是美国还有一批是觉得说，哇，古巴虽然说是社会主义，可是古巴的医疗、古巴的卫生教育等等都很好，没错所以古巴不是那种就是像委内瑞拉这个声名狼藉的。古巴对政治上面可能是不开放，可是在照顾老百姓，我们讲说经济跟社会人权上面，不比你美国差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今天要是决定进去。你要怎么样交代？他也今天没有说什么像1960年代那个时候甘乃迪政府说从这个俄罗斯搞了一些飞弹，对，现在哪个国家没有无人机？所以你就这个几百架无人，这个理由太薄弱了，太薄了，这些理由真的不应该用是的确，如果说让美国动手的话，那恐怕这个全世界可能很多人可能都要，我觉得就是刚才亮哥讲的嘛，
他觉得哇，打委内瑞拉、打古巴这个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伊朗太头痛了，赶快抓一个顺利一点的，然后我可以从伊朗撤出，冲洗一下。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也是太过分了吧？好。川普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从他常常 po 文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略窥一二。包括他从中国大陆返回美国之后，他就又 po 了2张照片哦，他在中南海以及他跟习近平见面握手的照片。所以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哦，他看起来是很崇拜习近平的，可是呢，美中谈判之后，或川普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说好多丰硕的成果，包括白宫也讲说中国已经答应我们了，要把这个稀土的问题给它处理好。可是中国的商务部没有这个部分呢，只字未提哈。你看到白宫的说明书有这样讲，可是中国呢并没有回应哦，他对稀土议题只字未提，所以各说各话，老百姓看得不飒飒。包括川普北京行的波音飞机啦、AI 晶片啦，没有突破，所以路透社就说其实你的成果很不及格呀，比起你2017年访问中国，还至少拿下了25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现在只有口头说说罢了，会不会落实不知道。那另外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各国竞相访问中国，所以开启了朝贡的新时代。这言下之意是你美国的信誉已经完全流失了你不想要让这个国家兴起，可是他现在你某种程度帮他抬轿了嘛。我们看到李显龙18号要访问广西跟上海，这是时隔1年半他再度访中。而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总统他说中文感谢中国，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帮他们做了一个基建，这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轻轨线路。在这个仪式上面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将来我们要继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这个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你听到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说他中文真的还蛮好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尹大卫，他是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的毕斯省的省长他将于6月27号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地方是北京、上海和广州，预计在7月3号结束中国行。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访华，也是2018年之后毕斯省的省长再度有人去访问中国。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电动车的议题，因为中国大陆它非常这个大量的发展电动车这件事情，那当然要有地方销售嘛。那北美我们就看到呢，他们其实是有需求的。那加拿大它有一个配额开放，将近有400家强卖电动车，中国大陆电动车就是这些代理商有400家。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叫做 Auto Pacific 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们就去做调查，想看这个加拿大人还有美国人到底对中国车尤其是中国的电动车到底知不知道、熟不熟悉、有没有考虑购买，他们就做了这样的 survey。那我们看到有67%的这个加拿大人对中国汽车厂牌他们了解也熟悉55%说可以考虑购买，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价格性价比又便宜又好用，那当然可以买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在川普在北京的时候，有关采购的数量都没有正式公布，都是川普自己讲的。比如说川普就说他要买200架波音，中国商务部没有公布，波音公司也没有公布，可是股票大跌5%，因为比预期少嘛。那川普自己就说200架，如果进展良好，可以增加到750架。对，还有这样，川普自己讲，对他自己讲，这个所谓进展良好，可能就是关键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大陆把台湾放在最上面嘛，你台湾问题如果没有进展良好，那订单都是假的啦。所以那个美国贸易部刚公布嘛，说中国大陆要花170亿美元
买农产品，那这个应该就确定了。这个美国贸易署公布的哦。那170亿啊，100亿美金大概就可以买大豆了，2500万公吨。所以中国大陆还是知道轻重缓急啦，知道川普最需要大豆，就先帮你稳住啊。牛肉其实没有那么急啦，因为中国大陆莱克多巴胺也不能进去嘛，所以这个是屠宰场要配合中国，要把那个没有莱克多巴胺的弄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恐怕是一步一步看啊。那至于说稀土啊，稀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因为美国希望不要逐次检查啦，可不可以一次放啊？我现在讲的民用的，不是军用，不是军用的，军用的不卖了，就说民用的你不要，因为美国是汽车制造商需要那些磁铁嘛，美国就希望说就一次性通过了，不要在那边一次一次检查啊。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会看的。其实坦白说，川普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也蛮快的啦。他才回家几天啊，对不对？对，差不多2天吧。对啊，那你陆续就听到蛮多声音啊。我觉得我基本上对这部分是乐观的啦。所以怀疑是合理的，可是我认为问题不大。因为对中国来讲，经贸议题的利多对他来讲那是最小的事情。那倒是新加坡由李显龙出马，就是黄循财真的是上次谈日本问题把自己搞砸了，所以只好李显龙自己出马。对啊，那这个时候大概也到了这个东协啊跟大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对，那新加坡当然希望在里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嘛。所以李显龙就自己再去一次。然后他去的地点在广西，广西就是跟东南亚这些地方接壤的，对，南宁这些地方，包括这个东协互联互通方面。本来南宁就是东协加中国的中心啊，本来就是了。那至于加拿大，其实加拿大第1年中国去的电动车限量大概只有7万多辆。据了解，非常的畅销啊。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啦，性价比高。你那个中下阶层，对，你中国车啊，我举例了，特斯拉在北美市场，起价是4万2，中国大陆如果关税降低，大概只有2万6，就一半的价钱，也没那么夸张，2万6左右，2万6，快6折。所以现在特斯拉要降价嘛，结果只降到3万9。还是贵，贵啊，还是贵，欧洲现在中下阶层几乎都买中国的电动车，对呀，因为就是便宜嘛，对啊，那美国现在就是被墨西哥跟加拿大夹在中间，那墨西哥跟加拿大都开放了，墨西哥开放的更彻底啊，现在最多的是巴西，巴西的电动车有70%是比亚迪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力量，所以美国已经有一些人啊，跑去墨西哥买中国电动车，开回美国，加关税，还划算，顺便去旅游。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川普现在的行为？我觉得川普啊，当然他这一次完了以后，他现在就宣布了嘛，他是全美国对台湾最了解的啊，被习近平洗脑了好几次了以后，他大概自己认为说，他是最了解，所以今天台湾我们如果看啊，任何的就是友善的来自于美国国会的，或者说什么卢比欧讲的话，说什么政策不变，那些都没有用。因为现在川普自己觉得这个议题以后由我来决定了，因为我跟习近平关系最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变成是就随川普对我们的印象好坏而决定我们的前途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比较，因为过去还有美国的国会，还有美国的这个行政官员可以牵制他，现在看起来很难牵制他啊。因为特别昨天我看了一个路易斯安那的选举。
这个参议员2任的就要选第3任的，他就是在1月6号那个时候那个事情，他弹劾的时候，他站在民主党这边。6年之后，川普报复了啊，报复以后找了人来选，然后他是在现任的哦，在共和党出现以后排名第3，得票只有不到1/4，你就知道川普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我觉得现在对台湾来讲，就是川普的意志，就是我们台湾前途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担心。那你这边我必须要讲一下你们那个翻译哦，就是那个加拿大那个卑诗省，我就要解释一下，那个是哥伦比亚，英属哥伦比亚 （British Columbia）， 那是按照香港人的卑西翻译的。这是港人翻译，因为《星岛日报》啦，对，然后那个列字文我要解释一下，是 Richmond。我们不会这样子翻的所以他们那边是中国大陆人最多的加拿大的，所以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等于是就像温哥华嘛，对，就在温哥华旁边，就是等于是要跟大陆互动。我觉得美国西部跟加拿大西部，他们过去说加拿大是他们的，就是我这边是远东，他说不是，这边是我们的近东、近西、近西，就是离加拿大跟美西其实离这个亚洲这个太平洋这边是很近的，所以他们也会看，就是说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发展的方向。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我认为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大陆是旋风式的访问了，快去快回。这个稀土我认为并没有谈成一个结果。我认为中国大陆把稀土当作一个战略资源，那个战略资源，我认为它变成美国对台军售的调节法。美国如果对台军售的多，它的稀土不卖；如果美国对台的军售这边有做控制，它稀土供应。为什么？因为稀土都是做军工产业，你这个稀土，它就变成它一个手段，变成工具来灵活运用。他在看那个，所以我认为美国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为了得到中国大陆的稀土的出口到美国，它可能对台的这些军售，它可能就会推迟，可能就在数量上做控制，在时间上向后递延，会有这个状况。中国大陆稀土就稍微松一点卖给他。那就卖给台湾的军售的项目多，品项多，稀土就控制的少，变成反向操纵。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把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在稀土上并没有达成一个允诺或一个共识，让美国好像满载而归，中国大陆可以无限量供应美国稀土。所以在这一方，我认为稀土变成中国大陆的战略制裁的一个调节阀这个状况。另外，这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去到中国大陆到上海去，我认为是商务。因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国民所得太高了，是亚洲第一，每一个人年均所得是89000块美金。那突破怎么样？中国大陆有市场，中国大陆有资金，那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在这一方面看看能不能抓到什么？因为毕竟新加坡是这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商业跟贸易的中心，它变成它做桥梁，变成中国大陆桥梁，它赚钱，中国大陆赚钱，新加坡也赚钱。他找到这个商机来突破他的天花板，他向9万多块、10万块美金来迈进，所以我认为这个商业考量的角度跟